时间对于你来说是什么呢？世纪之争的核心是什么？如果让你选择，你渴望进入哪个10相中体验？人生剧本的选定取决于哪2个因素？本期视频我们就来探究上面这几个问题。我们将进入哪个10相中体验？都是自己的行动来为自己投票的结果，我们每天做出的改变也将决定你是否有资格拿到你渴望的方舟船票。希望接下来的内容能让你有所收获。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对时间的思考。在一个没有任何参照物的纯粹虚空中，对于一个不生不灭的意识，时间对于你来说是什么呢？当空间中充斥着紊乱的、不确定的、多变的立场时，不同流向、不同流速的时间场域好像碎纸机里的纸屑一般。这时时间又是什么呢？当你可以随意进出任意空间上的任意时序时，做到了如来后，时间就真的什么都不是了。所以在高龄的眼中，压根儿就没有时间这个观念。当你问一个高龄某件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时，他只能告诉你它会发生，因为它就在那历史线程中摆着呢。当你追问具体什么时候会发生时，高龄却真的说不出来那个具体的时间点，因为有太多的可能性可以导致你并没有进入那个频率维度的故事线中，在你的时间线上不能遭遇那个时间点上的那个故事情节。必然的历史大事件都是注定的，但是在不同频率维度的世界里，事件的发生与结束时间导致的结果都是不一样的。你的认知频率是怎样的，你就进入与经历与你同频的那个世界中的那个故事事件版本。不同版本中激活事件的时间点是飘忽不定的。就好比桌上有100粒念珠，你要把它们串联成一个项链，项链要用到60粒念珠。这100粒念珠里有20粒红色的，20粒蓝色的，60粒白色的。项链的前12粒珠子有一个指定的花色小样，你必须先依次完成它。之后你如何串接它们，以怎样的顺序，依照你自己的喜好。你不可以自己去拿那些念珠，你需要用目光关注其中的某一个，助手会按他所领会到的你的意图递给你一枚念珠。递过来的珠子你无法退换，珠子的颜色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由你赋予它们意义。你拿到珠子后，把白色定义成无聊或无染，把红色定义成血腥或喜庆，把蓝色定义成冷漠或平静。你的关注决定你经历什么，你的诠释决定你感受什么。珠子是宿命中必将遭遇的所有可能性事件，你的自由意识决定了触发哪些与什么时候，你的意识决定了你如何诠释自己一生中的遭遇，你诠释他们的方式与能力就反映出了你的智慧与认知水平。改变自我认知的目的就在于改变关注点与变更诠释事物的二分心。长久以来，时间一直是宗教、哲学及科学领域的柱梁。学者们都已经知道，时间是变量而非常量，时空是混沌的而非有序的，但尚且无法为时间找到一个可以适用于各领域、具有一致性且又不循环的定义。我们感知事物变迁的速度，身体的成长与衰老，万物的生灭都依托在时间认知上。当民众得知时间是被立场左右，时间与空间秩序其实都是同时存在的这一事实后，宿命的轨迹、累世的记忆会让科学与宗教两座人文高塔瞬间崩塌，人文将从眼前的苟且转变成内在觉知与智慧的探求。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的大佬们将因此失去权威与谎言的依托。这就是世纪之争的核心，极端利己的权力与欲望 vs 利他共赢的融通与智慧。其表现形式将会是人工智能 vs 灵魂觉醒。人类是交托出自己的自由意识，一切言听计从于聪慧无误的机器，还是强化自由意识，把目光从外界内敛到内心，
从宇宙深处寻求亿万年累计下来的宇宙公民们的集体潜意识连接，直接意识下载高等文明的经验与科技。人类作为灵魂的载具，提供了灵魂修炼与历经的场地。当人类选择了无脑生活后，这个物种继续存续下去的意义也就不大了。地球将准备孕育下一批文明的挑战。这不是预言，两种分支都已经发生过，都平行地摆放在那里。每个人将用自己的行动来为自己投票，你渴望进入哪个10相中体验？没有什么拯救地球、挽救人类。再说一次，你生活在历史剧中，你做出的选择将引领自己进入不同的既定剧情分支中。那要怎么选呢？拒绝一切电子产品吗？去谋杀高科技公司的科学家吗？都不是。你每天的时间是怎么分配？多少用来刷手机与电脑上的无脑娱乐？多少用来探究与熔炼自己的内在觉知和心智水平？多少用来进行物质享受和图谋着物质享受？多少用来关注与思考人生的启迪？你在反思时，总结经验时，关注的是什么呢？是改变与惩罚别人，还是完善与拓展自己呢？你渴望着的是如何获取更多利益呢？还是怎么奉献滋养这个世界呢？你更关注手机的换代信息，还是智者的古今书卷？是末日的预言，还是扬升的希望？每天你都在为自己的未来投票，每天你都有可能做出改变。当然，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时代在剧烈的震荡中，希望你能有资格拿到你渴望的方舟船票。库环幕后程序与出生前规划大厅。出生前规划大厅，每一个游历过它的灵魂对其描述皆有所不同。说它是一个公共建筑物是不准确的，因为它压根就不存于某处，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形象可言。每个意识体都可以依据自我的认知偏好，把它看成某一风格的建筑物，并拥有与之匹配的内在装饰风格。它实际上是高我用自身意念力化生出来的，它是用意识缔造出来的一个立体交互空间，其色像被投射给灵魂的意识觉知层，并在意识中显化呈现出来。后期随灵魂经历不同的生命历程，熏染了不同的文明建筑风格认知，在观看它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套用上自己熟悉的建筑风格，这是后话了。出生前规划大厅是一个很人文的称呼，它其实有自己的名字，叫做库。库的功能作用是让来自于高我的法身意识分身灵魂可以有一个固定的渠道接触负责管理进修科目的灵界指导灵，形成跨时空维度的意识互动。灵界的高维意识体充当指导灵时，按我们经常可以接触到的分为3大类：负责小我命程匹配与时空调度的指导灵，负责协调组织不同高我旗下的不同小我意识协同组队进入副本的调度指导灵，负责教会引导小我人生路径与知见素材获取的命程指导灵。命程指导灵可以是高维的志愿者，也可以是自己后期接近完形时的意识，回溯到童年帮助自己，但基本上都是帮助近乎于意识觉醒前后的那最关键的意识。库的本体存在于比中音更高的灵界维度中的后台云端系统中。每个高我用自我意识创立出属于自己的中音界界面，只是为了让自己的法身意识分身意识体群们灵魂们有一个可完成虚拟交互的虚拟空间平台。灵魂们可以在中音界的内、中、外3个区域达成彼此的交互，或与其他高我旗下的灵魂们形成必要的互动。中音外环里多是一些功能性的固定设施，隔离舱、疗养舱、资料库、互动空间、出发前的库、参与体验的环、返回后的心灵评估与重建中心、调度中心。内环是高我意识体的所在，犹如以后的巢穴，中心有一个光通道一般的存在，让高我的中阴界信息与宏观灵界相连接。
高我意识与其下灵魂们的意识通过连通，可以始终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很社会很集体的意识公共空间里。但事实是，未完形高我与其所有分身灵魂都始终处于一个封闭的能量泡中，能进出的只有其意识体的意识。进入人生规划大厅的灵魂需要首先被系统评测其意识觉知频率和当下状态中可承载能量的最大饱和量。这两个数值决定了他渴望经历的与能经历的生命剧本是否匹配，能否被激活，激活后有多少概率在剧本最基础的达成条件下存活下来。引导灵会把最为匹配的几种剧本的可选项陈列出来，并言明各自利害，供你选择。灵魂挑选剧本时的初心有3个依据：高我指派的探索面向，自己渴望的探索面向，其他面向中未尝平复的不甘与如果。如果一个剧本中可以囊括这3个面向的最小公约数，那就是它了。角色塑造。选定了剧目后，故事中的主角自带有星球、年代、种族、家庭、性别、相貌、身材这些原版资料属性，还有一生中固有已达成的财富、健康、人际关系等主次故事线。这些都是历史人物原型的固有宿命标配，不管谁选这剧本都是这些东西。当然还提供一些参考性的 B 计划，都是其他灵魂之前使用这个角色时尝试里经过的各种企图，达成后形成的各种隐秘结局。灵魂在选定剧本后必须接纳那个主角的人设，但可以在后期做出自己偏好的调整，调整主要针对身材、容貌、性别、性格与故事发展线程。这些调整在出生后依据锻炼、食量、整容、挫折、认知、习气与业力牵引逐渐达成。主角能力。角色的主技能能力与附属技能能力的构成，在投胎前就已经完成了相应的匹配。初级的灵魂可用的技能与技能熟练度少得可怜，但随着生命历程数量的累积，在生命中达成过专精的技能面向可在转世中被保留成默认属性，比如逻辑思考能力、灵性觉知能力、乐感或绘画能力、表达与观察能力等等。当有多个主技能达成满级后，主角可以开启分身，同时达成多个面向的探索。同一个角色可以被反复利用，同一个灵魂可以同时关注多个生命历程。就好像一部电影，你可以重复看很多遍，而同时又可以一起看着好几个荧幕上的不同的电影。看到这里，希望点赞、评论、转发，以便帮助到更多有缘人。第22期结束，谢谢观看。